来，我的宝贝孙子，多吃点儿，长高高。妞妞，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妞妞怎么在地上？这些东西我买给妞妞的，怎么全在她碗里？嚷嚷什么？小孩子饿了就吃，地上又不是没擦。他非要在地上吃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就是，嫂子，你这一回来就跟吃了枪药似的。你家妞妞自己不懂事儿，我们还成罪人了。这些是我买的，那佛跳墙我排了1个小时队才买到的。我说了是给妞妞补身体的，你们倒好，全塞进你们儿子嘴里，让我女儿在地上吃青菜。嫂子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你们儿子？大家一家人分那么清干什么？再说了，就一个佛跳墙，男孩子吃了长身体，妞妞一个小姑娘，吃青菜怎么了？青菜维生素高，你懂不懂科学？奶奶说了，这都是给我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妈，你跟孩子说的，那你告诉我，这房子谁买的？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你，还有你们一家3口，现在占的地方是谁的地盘？谁让你们住进来的？我让的。怎么，你嫁到我们陆家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你还有理了？强子他们家租的房子到期了，这边宽敞，空着也是空着，他们搬过来住，省点租金。一家人就该住一起，互相有个照应。哎呦妈，您看，嫂子这是要赶我们走了，嫌我们穷呗，高攀不起呗。我们小宝可是老陆家的根儿，住自己奶奶家倒要看人脸色了。哥也真是，娶这么个母老虎，家里的事儿都是女人说了算。妈，这事儿你别管，等我哥回来，我跟他说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哥能为了个小姑娘把亲妈亲弟弟往外赶。听好了，这房子是我陶凤霞婚前全款买的，房产证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。你们脚下踩的每一块砖，都是我娘家出的钱。你们陆家人想住，行，先把我掏的钱还了。我的女儿在我家里是公主，谁再敢让她趴地上吃一口冷饭，谁再敢说她一句，我让你们全家今天晚上就卷铺盖睡大街！我说到做到，不信就试试。好，你好得很。陶凤霞，你刚才那些话，敢当我儿子的面说吗？这房子是你买的，可你嫁给了陆明，你就是陆家的人。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你还有脸在这儿摔东西？就是，嫂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生了个小女孩就金贵成这样。我们家小宝可是老陆家唯一的男丁，以后要给老陆家传宗接代的。你那个妞妞长大了还不是要嫁人，到时候连姓都改了，你护着她有什么用？嫂子，我给你算笔账，你嫁到陆家就是陆家的媳妇儿，你娘家的钱按道理说也该是陆家的。自古以来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爸你妈的钱迟早得是外甥的，那不就是我们小宝吗？你现在对我们好点儿，将来小宝长大了还能给你养老送终，指望你那小姑娘到时候嫁到别人家去，谁还记得你？奶奶说了，这个房子以后是我的。你是小姑娘，没你的份儿。妞妞不怕，等妈妈打个电话。哼，打吧，让你爸来评评理。还有哪家媳妇儿敢把婆婆往外赶的？说破大天去也是你没理。
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家。你又怎么了？我这边一堆事儿，营销中心季度报表还没看，下午还要见客户。你以为我是闲人？有什么事儿晚上回去再说。儿子，你别听他的，妈没事儿，你忙你的正事儿。就是你媳妇儿又闹脾气了，妈能应付。凤霞，你又跟我妈闹什么？她那么大岁数，你就不能让着点？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说，别动不动闹到我妈那儿去。陆明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管你现在手上有什么季度报表，什么 VIP 客户，20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你站在这扇门里。我给你20分钟，超过20分钟，我立刻给我爸打电话。你对得起？你上任2年，华东区的渠道烂成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没数？去年双11那批货退回来多少？那窟窿是我爸填的，你对得起？都懒得跟你说，20分钟，超1分钟，我让我爸下了你的职。你要是觉得你这营销总监能干一辈子，你就在那儿待着别动。疯了你！你拿这个威胁我？2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陶凤霞，你敢拿我儿子的前程来要挟？我儿子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是你们陶家求着他去当这个总监的。没有我儿子，你们家公司那几年能撑过来？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？嫂子，你这就过分了。我哥在外面辛辛苦苦给你们家挣钱，你在家里拿这个搞他。你要是把我哥的位子搞没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就是，我大哥是凭本事做上去的。你爸当初怎么说来着？说陆明是个人才，以后公司得靠他撑着。你现在为了这点破事儿，要毁了自己老公的前程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凭本事，陆明进公司第1年，我爸给他配了一个副总经理手把手带。第2年，3个大区经理替他擦屁股。第3年，他自己带队搞砸了双11，光退货款就赔了200多万，是我爸签的字平了账。他有什么本事？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娶了我。你们陆家最大的本事，就是一边吃我陶家的饭，一边骂我生的女儿是赔钱货。怎么回事？凤霞，什么事儿你非要……儿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你妈就要被人扫地出门了。你这个媳妇儿，我就伺候不起了。你摔东西，骂你弟弟，骂你弟媳，还骂我说这房子是他的，我们都是要饭的，住在他家里吃白食。我60多岁的人了，被你媳妇指着鼻子骂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你是没看见，嫂子一进门就跟疯了一样，把那盅佛跳墙端起来就砸，碎片都溅到我脚上了。我说嫂子，那东西多贵呀，你不吃也别糟蹋啊。我们搬进来是妈的意思，都是一家人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哥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，现在我租的房子到期了，暂时来你这儿过渡一下，嫂子就这副嘴脸。怎么，你当了营销总监就不认穷弟弟了？我就该睡大街？凤霞，你砸东西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佛跳墙多少钱？你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，非要闹成这样？陆明，你进门第一件事，不是看你女儿，不是问她为什么脸上脏兮兮的，不是问她吃了没有，你问的是佛跳墙多少钱。你看看，你女儿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？趴在地上，用手抓冷青菜。你妈把你侄子抱到餐椅上，牛肉、大虾、佛跳墙一口一口喂。我买给妞妞的补身体的东西全进了她孙子肚子里了。你妈还教你侄子，说妞妞是赔钱货，不配吃好的。陆明，你告诉我，这叫一家人？妈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难免有照顾不过来的地方。你至于发这么大火？至于摔东西？至于拿我的工作来威胁我？就是我带孙子，我容易吗？你现在拿你爸来压我儿子，你什么意思？
我儿子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，给你们陶家打工，那是看得起你们。没有陆明，你们家公司能有今天？可不是嘛！大哥在你们家当牛做马，现在倒好，嫂子一句话就要下了大哥的职。嫂子，你爸把公司交给大哥，那是信得过他的本事。你这么搞，你爸知道了会怎么想？哥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个家你说了不算，全是他姓陶的说了算。你是个男人，你就让他这么骑在你头上？今天他敢拿你的工作威胁你，明天他就敢把你赶出去。这房子他买的又怎样？你娶了她，你就是这家的男主人。你见过哪家的男主人被老婆呼来霍去的？凤霞，你给爸打电话威胁我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家里的事关起门来解决，你把公司的事扯进来，什么意思？你一手开拓的，陆明，你自己摸着良心说，华东区3个大客户是谁的关系拉的？我爸的老朋友。公司的经销商体系是谁搭的？我爸的团队。你坐享其成，挂个营销总监的名，还正当自己有本事了？你够了！我每天出去应酬、出差、喝酒，你以为我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你现在当着妈和强子的面把我贬得一文不值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了这个家，就是让你弟弟一家3口翻进来，把我买的东西全部占为己有。陆明，你到底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还是你们陆家的孝子贤孙？陶凤霞，你骂谁呢？我儿子怎么了？自古以来，女人嫁人就得听男人的。你爸有钱又怎样？你儿子住着我的房子，开着我爸公司配的车，拿着我陶家发的薪水。你们陆家一家3口搬进我家，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来告诉我，有钱又怎么样？有钱了不起啊，有钱就可以这么横。有钱就是了不起，你不服？你不服你掏钱出去租房子，别赖在我家。你老公每个月赚多少钱，你心里没数，连个老婆孩子都养不起，跑到我家里来摆谱，你哪来的脸？你说什么？陶凤霞，你再说一遍！我哥的事我不掺和，你少扯上我！陶凤霞，你今天闹够没有？陆明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不稀罕我家的钱。你身上这套西装是我爸公司发的制服费买的，你手上那块表是我结婚纪念日送的，你开的那辆车行驶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每天吃的喝的用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陶家的账上出去的。你闭嘴，我还没说完。你不是觉得我在找事吗？你不是觉得一家人就该住一起吗？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陆家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敢，简直反了天了！凤霞，凤霞！周律师，财产保全的申请今晚能批下来吗？材料我已经提交了，法院那边给了绿色通道，明天一早账户就会被执行保全。你父亲那边的开除文件今晚也签好了。好。儿子，你别这样，他走就让他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听妈的，这回你千万不能服软，你一软，他以后更得寸进尺。就是，大哥，嫂子今天也太过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摔东西骂长辈，像什么话？哥，我说句实话，嫂子这脾气就是你惯出来的。你今天要是追出去跪着求她回来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。好好杀杀她的威风，她明天自己就灰溜溜回来了，你信不信？行，明天我照常上班，他不回来拉倒。奶粉呢？我记得在吊柜里的。桂兰，桂兰，你起来没？妈，一大早喝上嚷嚷什么？小宝还没醒呢。奶粉，小宝早上要喝的进口奶粉没了，还有那个儿童牛奶，每天一早就送来的，今天也没到。你看看冰箱里。不对啊，妈，每天这个点儿，那个冷链配送的早该到了。牛排、三文鱼、有机蔬菜，还有小宝的定制儿童餐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是不是陶凤霞那女人干的？她把我们的配送停了。他敢？他凭什么停我们小宝的东西？
那是给孩子吃的。大哥呢？大哥走了吗？刚走，去上班了。打电话，赶紧给大哥打电话。妈，怎么了？你别急，可能只是物流出了问题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大哥，你快点解决！小宝早上没奶喝，饿得直哭。我们大人吃什么先不说，孩子不能饿着。行了行了，别嚷嚷了，我先转点钱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去楼下超市买点应急的，奶粉吃的，先对付一天。来了来，奶奶这就给你弄。陆强，你死人啊！下去买点东西上来。妈，楼下超市一罐进口奶粉300多，我微信里就100块。桂兰，你那儿还有多少钱？你一个月挣那点钱，昨天交完小宝的早教班续费，还剩什么？我卡里就2000块钱，那是这个月的生活费。你先拿出来应急。凭什么要我拿？你哥不是说转钱吗？钱呢？儿子，钱呢？小宝饿得不行了。妈，我卡被冻了，工资卡、副卡全冻了。微信就剩300块钱，你们先用桂兰的钱买点东西，我到了公司再说。冻了。您好，先生，请出示一下工牌。老周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陆明，营销中心的总监。我这脸还要工牌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是新规定，没有工牌一律不许进入。老周，你别跟我来这套，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先生，我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是执行通知。今天早上8点钟，行政部发了邮件，保安队收到的指令是：营销中心陆明即日起禁止进入公司，您的门禁卡和工培权限已经全部注销了。谁下的指令？让他出来！我当面跟他说，陶董事长不可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他女婿，我为公司做了多少事儿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指令是陶董事长今早亲自下达的，通知说得很清楚，陆明先生因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，即刻解除一切职务，人事关系于今日正式终止。您已经被开除了。陶凤霞，他不是公司的人，他凭什么签发人事任命？他在公示章程里没有职务，这个命令不合规。我要见陶董事长，他不可能同意。这是陶董事长今早亲笔签字的文件，原件在行政部存档，这是复印件，您自己看。这不可能！我要喝奶，我饿了。我打了8个电话了，商品站说订单全部取消了。不是物流的问题，是甲方单方面解约。陶凤霞那个疯女人，她把我们所有的生鲜产品、牛奶系列、进口食品代购全停了，一个不留。他是要饿死我们一家老小吗？他敢？他凭什么？嚷嚷什么嚷嚷？一大早的。妈，楼下买个早餐上来，豆浆油条就行，对付一顿。楼下，你知道楼下超市一罐小宝喝的奶粉多少钱？5000多，我身上就20块钱。你身上就20。桂兰，你那儿呢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卡里就2000，那是这个月的生活费。你一个月挣几个钱，你心里没数。昨天刚交完小宝早教班的钱，现在让我往外掏。你先拿500出来买点吃的，等我哥回来再说。凭什么要我拿？你哥不是说转钱吗？钱呢？儿子，你
你可回来了，奶粉没了，配送全停了。陶凤霞那个女人要饿死小宝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妈，别嚷嚷了，我给他打电话。正在通话中，大哥，你是被拉黑了吧？不可能。怎么了？他说什么？爸，谁是你爸？他怎么说？妈，你昨天跟凤霞说了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是他一进门就摔东西。就是大哥，嫂子自己发疯，你别往妈身上赖。哥，你别慌，嫂子就是闹脾气，女人嘛，过2天自己就回来了。你现在要是服软，以后就没法过。过2天，他把我的卡全动了。我今天去公司，保安在门口拦我，说我被开除了。陶董事长亲笔签的字儿。你知道我站在公司门口被多少人围着看？你知道我那些下属看我是什么眼神？开除了？他爸真把你开除了？他怎么敢？你是他女婿，你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他公司离了你不行。离了我不行？妈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我们全家，我、你、强子、桂兰、小宝，我们住的房子、开的车、吃的饭、穿的衣裳，全是他陶家的。他现在不给，他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全收回去。大哥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你当了3年营销总监，就没存下点钱？存什么钱？工资卡、副卡都绑在凤霞名下，我御用的就是一张微信零钱，平时花销全是公司报的。300块，哥，你一个总监就300块，工资卡动了，副卡动了，信用卡动了，所有账户全动了。我身上就这300块现金。翻了天了，翻了天了！我嫁到你们陆家，不是来吃青菜饭老干妈的。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当初不是你说搬进来住大房子，离妈近，有人带孩子。我是看在大哥是总监的份上，谁知道他那个总监这么不顶用，人家一句话就撸了。桂兰，饭好了没？小宝饿了。叫什么叫？冰箱里就这几根烂菜叶子，我能变出满汉全席来？儿子，你别打了，你去找他爸，你去公司找陶老头子，当面说清楚。你是他女婿，他不能这么对你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女儿不懂事，他当老的不能不懂事。我刚才打电话，他说谁是你爸，然后挂了。你让我怎么去找？你怕什么？你去跪在他面前，你是他女婿，你给他家干了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哥，妈说的对，你软一点，去低个头。陶家有钱又怎么样？还能不认自己女婿？你们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搞明白？陶凤霞把我开了，他爸签的字儿。这不是软不软的问题，他已经不要我了。陆总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您陆先生了。您怎么来了？小赵，我要见陶董，你帮我通。不好意思，陆先生，陶董今天的行程很满，而且行政部今早发了通知，您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，这栋楼您进不去的。小赵，你别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招进来，你现在这个位子是我给你的。陆先生，您说笑了，我的任命是陶董签的字。至于您在职期间的工作，审批组下午就到，
到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结论的。陆明先生，我是陶凤霞女士的委托律师，这是给你的。什么东西？离婚协议书。陶女士已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这是诉前调解材料，你看一下，具体条款写得很清楚。妞妞抚养权归陶凤霞，她做梦！妞妞是陆家的种，净身出户，这房子她不打算给。大哥，你看看这儿，被告陆明需偿还原告支付为公司填补的亏损款，共计人民币260万元整。260万！260万！他疯了！哥，你欠他家这么多钱？双11那批货退回来，退头款加违约金200多万，他爸签的字凭的章。当时他爸说是一家人，不用还。他说不用还，口说无凭。大哥，你当初怎么不让他爸写个条子？现在他翻脸不认账，你拿什么证明？我就说陶凤霞这个女人不简单，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。让我儿子给他家打工，现在一脚踹开，还要倒打一耙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儿子，你听着，这协议你不能签。第一，妞妞不能给他，那是老陆家的骨血。第二，你没钱，这260万你拿什么还？第三，这房子虽然是他婚前买的，但你住了3年，有居住权。找个好律师跟他打官司，我不信法院会帮他不帮你。您好，请问这里是陆明先生住所吗？是我。你们是？我们是相关部门。陶凤霞女士申请了财产保全，需要对住所内属于申请人名下的部分动种进行登记，防止转移或损毁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家。这位女士，我们执行的是法院裁定，请您配合。如果阻拦执行，我们将依法处理。女士，这间卧室也需要登记，请您把行李箱打开。都是陶凤霞买的，这个沙发12000，那个电视8000，连墙上的画都是他买的。这个家还有什么是我们的？这个烟灰缸是我买的，我在地摊上买的，5块钱。陆强，你是不是拿我首饰盒了？我结婚时候我妈给我的金镯子不见了。什么金镯子？我没拿。你没拿？刚才我收拾东西，你也在屋里，是不是你藏起来了？陆强，你他妈把钱拿出来！你疯了！我在找烟。不活了！我嫁到陆家只过过一次好日子，现在连我妈给我的镯子都保不住，你们陆家1个2个全是窝囊废！你骂谁窝囊废？你一个农村出来的，嫁到我们陆家是攀了高枝。你现在嫌我儿子窝囊，你当初怎么不睁大眼睛看清楚？你打我！你打我！金镯子，你是不是拿了？哥，你疯了！我没拿。你上次偷拿凤霞抽屉里的现金2000块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那时候跟我说你会还，你还了吗？
我去了陶凤霞，当了3年营销总监，以为自己是个体面人，结果我亲弟弟偷东西偷到我老婆头上，我是不是很体面？都是陶凤霞害的，都是那个女人害的。她要是不闹这一出，我们一家好好的。强子不会去偷东西，桂兰不会发疯，你也不会丢了工作。他就是个丧门星。妈，他昨天砸佛跳墙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这房子是他的，你说这房子是你的。现在法院的人来了，人家登记的清单上，连这把菜刀都写的是他买的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意味着他没说谎。这房子，这家里所有的东西本来就是他的，我们陆家什么都不是。陆先生，陶女士委托我通知您，鉴于我们监测到您名下账户在今日上午出现小额资金运动，且有证据显示您弟弟在法院执行人员进行财产登记时试图隐匿物品，陶女士已申请对名下所有关联账户的流水进行别人记录。此外，您在任营销总监期间的报销账目也将一并纳入处理范围，请您指教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要审计我的报销账目。哥，那些发票不全是假的吧？各位，这是陆明担任营销总监期间的全部报销单据和费用申请，3年，一共3742笔。陶董的意思，每一笔都重新审查。这一笔，客户招待费4万2，餐厅名御膳坊。据我所知，御膳坊是一家私人会所，主营佛跳墙。招待的客户是谁？有没有签到记录？有没有会谈纪要？这个，陆总监当时说这些都是商业机密，不便留档。不便留档。好，记下来，所有无法提供客户信息的招待费，全部列为可疑支出。这一张，商工用品采购，金额8500，采购内容高端儿童早教课程卡。我在审计行业干了15年，儿童早教卡算公共用品。还有这个，插徐住宿费，金额3200，酒店名 X 亲子度假村，入住人陆明，入住日期去年6月1日，那天是儿童节。我个人很好奇，陆总监在儿童节这天一个人去亲子度假村出差住了1晚，见了什么客户，谈了什么业务？这个客户家里有几个孩子？儿子啊，那些报销的事儿到底严重不严重？妈，你说呢？我把小宝的早教班发票拿去公司报销，我跟公司说我出差住亲子酒店。那又怎么了？你是营销总监，你为公司挣了多少钱？这点小钱他们也要计较。这一点小钱，妈，审计组查出来的可疑支出加起来137万，公司法务已经正式把这个数字报给公安了。公安？这不是公司内部的事吗？怎么还要惊动公安？涉嫌职务侵占超过100万，属于数额巨大。律师说，处5年以上。妈，陆强家出事儿了，他大哥可能要坐牢，我想回去住几天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大哥贪污公司钱被查出来了，陆家现在要完。你当初非要嫁，
现在知道后悔了？跟谁聊呢？我妈，说什么？她说让我回去住几天。回去？现在？桂兰，你是不是想跑？跑？我跑什么？我光明正大回娘家。陆强，你放开我！王桂兰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当初你说想来我哥这边住，是不是你天天在我妈面前说你嫂子坏话？是不是你说只要妈站在我们这边，这房子迟早是咱小宝的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想跑，你跑得了吗？陆强，你说我，你自己呢？你哥那些吃饭的发票，哪次不是你带着你那帮狐朋狗友去吃出来的？哪次不是你说反正是公家的钱，不吃白不吃？现在公安要查的是你哥，但你那些吃饭的单子上面有你的签名。我的签名？你别以为我什么都没留，你去年给你那帮朋友过生日，在御膳府消费4万2，你喝多了，在签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，那张单子我拍了照。儿子，妈错了。当初你娶陶凤霞，他爸说给你一个总监做，我不该让他们一家搬进来，我不该在强子面前说这房子迟早是他的，我更不该跟小宝说妞妞是赔钱货。那孩子还那么小，她是我亲孙女儿啊！陆强，你敢打我？明天我就上法院，这日子谁也别过了！陆明先生是吧？进来吧。你在陶氏集团做了3年营销总监，这个履历很漂亮。但我注意到你的离职时间是上周，而且不是主动离职，是被解聘的。是的，这里面有一些家庭因素，不太方便细说。陆先生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们公司在行业里只是中等规模，招聘一位营销经理，薪资大概是1万5。以你之前总监级别的资历，这个职位和薪资对你来说算屈就。1万5可以，我可以接受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听说陶氏集团最近在走一个审计城市，涉及你在任期间的一些报销费用，有这回事吗？那是一些误会，公司内部的事情正在沟通。陆先生，我们做背调的时候，陶氏集团的人事部给的回复是，因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被及时解除职务，涉及经济问题，已报公安机关立案。陆总，说实话，咱俩合作3年，你这个人对我够意思。但是，你们公司法务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去年那批退货的经手人是不是你签字确认的，我没法替你兜这个事儿。老孙，那批货是正常退货，质量问题客户拒收，不是我签字就能解决的。陆总，我知道，但问题是，你老丈人不这么想。集团那边放出来的消息是，那批退货是你私下改了签收单，从中吃了回扣。什么回扣？那是造谣！我陆明要是吃了1分钱的回扣，天打雷劈！陆总，你跟我赌咒发誓没用。现在全行业都知道你在被审计，知道公安在查你。你今天约我出来是想让我帮你找份工作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没有一个老板敢用你。你现在在行业里的标签就是被老丈人亲手送进局子的女婿，谁敢碰？哼，这顿我请。陆总，以后别找我了，不是我不仗义，是我也有老婆孩子要养。我今天去买菜，碰到隔壁楼的王姐，她问我，你家儿媳妇是不是跑了？你家儿子是不是吃牢饭了？
我活了60多年，没被人这么问过。我儿子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我儿子娶了大老板的女儿，我儿子坐大办公室，我一个当妈的出门买菜都有让路。现在人家问我是不是吃牢饭，儿子，要不你就去求求他，去跪在他面前跟他认个错，妈也去，妈也给他跪下，只要他能撤诉，只要他能让你回去，妈这张老脸不要了。陆先生，这是陶女士的最新提议，她让我转告您，如果您愿意放弃妞妞的抚养权，主动配合离婚程序，陶家可以不追究那260万的债务，这是最后的方案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原告陶凤霞提出以下和解条件：一、被告陆明无条件放弃女儿妞妞的抚养权，女儿由原告独立抚养。2、被告配合完成离婚登记手续，不提出任何财产主张。他就这么想把妞妞从我们陆家带走？妈，你说我们陆家妞妞姓什么？姓陆啊。她姓陆，但她的奶粉是她妈买的，她的衣服是她妈买的，她住的房间是她妈买的。我这个当爸的给她买过什么？一张早教卡还拿回公司报销了。哥，你看这儿，他说可以不追那260万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想想，只要签了这个，债就没了。妞妞嘛，她是女孩子，迟早要嫁人的，跟谁姓不是姓？你昨天还在偷东西，今天就来教我放弃女儿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保住自己最要紧。妞妞跟着他妈也亏不了，陶家那么有钱，你要是进去蹲5年，出来以后谁还认你？你们说的都对，放弃妞妞，债就没了，这是最划算的买卖。我这辈子做过很多烂事儿，但还没有烂到卖女儿的地步。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，我抱了他一整晚。我再想想。别想了，他每天早上8点会送妞妞去幼儿园，幼儿园门口人多，是个好地方。你就跪在那儿，对着他跪下，不用说话，就跪着。跪着不行，得哭。哥，你得哭出来，眼泪一掉，围观的人就同情你。现在是网络时代，谁先哭谁有理。我看过那种视频。男的跪在地上给老婆认错，旁边有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女方受不了舆论压力就原谅他了。嫂子再横，她也是个女人，女人都怕这个。重点是妞妞在场，妞妞看到爸爸跪在地上，肯定会哭。她一哭，陶凤霞的心就软了。哪个当妈的受得了孩子哭？你们让我去跪，当着妞妞的面。让他看到爸爸跪在地上，让他哭。这有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跪自己老婆不丢人。再说了，你这一跪，他要是原谅你，咱们家就翻身了。要是他不原谅呢？不可能！我养你这么大，还没见过哪个女人能经得住男人下跪。等会儿他跪下的时候就开始拍。你看着小宝，凤霞，凤霞，我来跟你认错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妈也错了，我们全家都错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没有你，这个家散了，妞妞需要爸爸。看在妞妞的份上，
看在咱们三年的夫妻份上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你让我妈给你跪下都行，只要你肯回来。妈妈，爸爸为什么跪着？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跪下，是想让旁观者拍视频，用舆论逼我原谅你。你带了什么？什么？你手里的牛皮纸袋，拿过来。带着全家福来下跪，你想得很周到。谁教你的？你妈还是你弟媳妇儿？陆明，我给你听一样东西。来，我的宝贝孙子，多吃点，长高高。奶奶说你是赔钱货，不配吃好的。嫂子，再说了，就一个佛跳墙，男孩子吃了长身体，妞妞一个小姑娘，吃青菜怎么了？凤霞，你砸东西了！你知不知道这佛跳墙多少钱？你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，非要闹成这样？女人是小女孩啊！再说了，这个房子以后是我的，你是小姑娘，没你的份儿。陆明，我嫁给你3年，这3年，我每天回家，看到的是你妈、你弟、你弟媳妇儿坐在我买的沙发上，然后骂我的女儿吃着我付钱的食物，然后骂我的女儿。而你进门第一句话问的是佛跳墙多少钱？你说妞妞需要爸爸，我问你，妞妞在地上抓冷青菜的吃的时候，她爸爸在哪？妞妞被小宝骂的时候，她爸爸在哪儿？你妈亲口说，妞妞不配吃好的，她爸爸在哪儿？我错了，凤霞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但你带来的不是道歉，你带来的是你的全家躲在花坛后面，准备拍我原谅你的视频。陆家阿姨，出来吧，别躲了。要拍就站近点拍，视频清楚些。你们一家从老到小，从大到小，没有一个人对我女儿说过一句好话，没有一个人在我女儿面前把她当成一个人。跪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说她错了，她不是错了，她是没处可去了。陆明，你连女儿都保护不了，有什么资格说看在女儿的份上？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放那段录音，我这张老脸。你来就来吧，带箱子干什么？妈，我想回来住几天。桂莲，你爸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来住。你们夫妻吵架，自己解决。我们家就这2间房，你弟弟还得住。妈，我不是吵架，陆强他打我，你看。陆家现在正倒霉，你这会儿跑回来，别人会说我们王家落井下石。你先回去，等陆家的事过去了再说。
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刚才找不到你。我回娘家了，我妈不让我进门。不让你进门？你王家比我们陆家强在哪儿？你妈当初收我彩礼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。陆强，你说什么？彩礼？我妈收了你多少彩礼？18000，18000把你全家掏空了吧？你住着嫂子的房子，花着你哥的钱，你跟我谈彩礼？别吵了，小宝看着呢。你现在嫌我穷啊？当初是谁在妈面前说嫂子坏话？是谁说只要把嫂子骑走，这房子就是咱的？方桂兰，你跟我是一路货色，谁也别说谁。陆强，你说的对，我跟你是一路货色，所以我不想当了。签字，小宝归我，我不要你1分钱，你也没有1分钱。签字，小宝归我，我不要你1分钱，你也没有1分钱。你要跟我离婚？对，现在，今天，趁你还没有进去跟你哥作伴儿。走了，都走了，儿子，我胸口闷。妈！血压210，疑似高血压危病。家属，病人有没有高血压病史？有，他一直吃药，但是最近药吃完了，没有去买。妈，别吓我！住院预交金2万，医保报销之外的押金，现金还是刷卡？刷卡。余额不足。等一下，我换一张。不对，我只有这一条。这张卡已被冻结。家属，病人的住院手续办好了吗？我们这边需要确认一下费用。现在凑不够。请问是陆明先生吗？您是杜秀兰的家属？是，杜秀兰是我妈。病人的住院费和抢救费用刚才已经缴清了，这是缴费凭证，您收好。谁教的？他，陶凤霞。他为什么？他应该恨我，应该判我死。我对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我对妞妞说了那么难听的话，他恨我是应该的。他为什么还要给我付医药费？儿子，你去跟他说，不用他还价，是我欠他的，是我这个当婆婆的不识好歹。我不进去，我只想跟他说声谢谢。你帮我传个话。陶总在3楼会议室，他说你可以上去，但只能在会议室外面。陶总，新品牌首月销售额突破5000万，渠道覆盖30个城市，退货率控制在3%以内。暂停。付住院费，是因为在法律上她是妞妞的奶奶，我曾叫过她一声妈。这是我为这段婚姻尽的最后一次义务，从此两清。
继续。走吧，先生。两清，他说两清。儿子，妈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你结婚那年，你第一次带他回家，他给我买了一件羊绒大衣，2万块，我当面收下了，转头跟邻居说有钱了不起啊，想用钱收买我。后来你们结婚，他出钱买了房子，搬家那天，他让我住主卧，说老人得见阳光。我跟强子说，你看他自己心里有愧，拿房子堵我的嘴。再后来他生了妞妞，他产后出院，我第一句话不是问大人孩子平不平安，我说的是没事儿，下胎再生个儿子。他坐月子，我炖的汤全是给你喝的。我说男人在外边辛苦，得补。他喝的是王桂兰煮的小米粥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他什么都看在眼里，他什么也没说。然后就是那天，他把妞妞放在客厅地板上，我在餐椅上喂小宝吃佛跳墙，他买的佛跳墙，他给妞妞补身体的，我全给了小宝。我还跟小宝说妞妞是赔钱货，我凭什么？我凭什么这么对人家？他哪点对不起我？哪点对不起你？哪点对不起陆家？我不是个好婆婆，我不是个好奶奶。我害了你，害了强子，害了这个家。人家给我付医药费，我连当面说声谢谢的脸都没有。这房子，他说过是他的，我当时还想，等官司打完了，这房子就是我们陆家的。你看我。一辈子惦记别人东西，现在好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妈妈，这是你，这是我，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。画得真好。房子怎么是歪的？因为是我自己画的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给妈妈画一个不歪的房子。不用等长大，妈妈已经有房子了，有你就够了。原告陶凤霞诉被告陆明离婚纠纷一案，现在开庭。凤霞，对不住，是我不识好歹，是我贪心不足，是我把你买的佛跳墙端给我孙子吃，让妞妞趴在地上啃冷青菜，是我跟小宝说妞妞是赔钱货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嫁到陆家3年，我没给过你一个好脸，你生了妞妞，我没说过一句恭喜。你坐月子，我炖的汤全给了我儿子。你买的羊绒大衣，我穿在身上，背后骂你想收买我。你出钱给我付医药费，我连当面说声谢谢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切跟我儿子没关系，是我这个婆婆坏，是我把她的家拆了。如果这世上有后悔药，我愿意拿命去换。
但是没有后悔药。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，子女无论性别依法享有同等权利。希望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以为戒。凤霞，我以后能不能偶尔看看妞妞？陆明，你觉得妞妞还会想见你吗？等你付得出抚养费的时候再说吧。